全球思想者的专业媒体，来自各大智库、顶级媒体，评论简报。21世纪的淘金热，中国希望参与其中。外交政策，拉丁美洲正在成为确保锂安全竞赛的关键战场，锂是推动能源转型的电池的关键组成部分。随着各国争先恐后地实现可再生能源目标，该地区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正在加剧。从德国到中国的每个人都希望参与其中。与此同时，美国正在寻求确保自己的锂供应，但其对拉丁美洲的干预力使事情复杂化。扩大关键矿产供应链被视为避免这一重要资源出现新冷战的最佳方式。俄罗斯乌克兰战争的高度机密评估。外交政策，最近关于俄乌战争的美国机密军事文件的泄露震惊了资深情报官员，不是因为情报失败，而是因为泄密者使用的方法。这些文件没有向外国情报机构披露，而是发布在一个专门用于魔音、视频游戏和互联网友情的在线游戏聊天伺服器上。泄密者的动机显然是在一个不起眼的互联网论坛上追逐影响力。这种新形式的泄密是21世纪数位文化的产物，是朋友之间对在线社会地位的渴望。这些泄密事件包含对俄罗斯和乌克兰损失的高度机密评估，部署在乌克兰的西方特种作战部队的资讯，以及外国之间武器交易的数据。这些泄露在吸引视频游戏爱好者的平台 Discord 上的利基伺服器上移动。他们在专门用于军事主题视频游戏的 Discord 伺服器上开始了他们的旅程。该伺服器由被指控2项违反间谍法的情报分析师主持。这些文件随后通过几个不同的论坛传播开来。互联网社区作为礼品经济运作，人们的地位主要取决于他们给社区带来的有价值的内容。在美国国家安全系统工作的年轻技术人士可能会发现自己在社会上孤立，被派往海外，长时间工作，或者无法与朋友或家人谈论他们的工作。在互联网社区中获得认可也有巨大的动力，这可能会促使一些人，比如负责此事件的情报分析师，泄露信息，解决在线争论，获得社会地位或给朋友留下深刻印象，使美国的反间谍工作适应不断变化的泄密世界需要的不仅仅是微小的改变。德国终于熄灭了核电的灯。外交政策，德国将于4月15日关闭其最后剩余的核反应炉。此前，德国电力公司和政府之间做出了决定。最初，该国的核计划计划在2022年底结束，但与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冲突促使官员将该国的3座核电站保持在线几个月，以确保该国有足够的能源度过冬天。尽管反对党和执政联盟成员发出呼吁，但德国政府仍致力于逐步淘汰核武器。批评人士认为，关闭核电站是一个错误，因为它将导致未来价格上涨和潜在的短缺，并将使该国实现其雄心勃勃的气候目标更加困难。德国关闭世界上最现代化、最安全的核电站是一个重大错误，将给我们带来痛苦的经济和生态后果。自由民主党联合主席沃尔夫冈·库比基说。德国官员表示，核电仅占该国电网的一小部分，保持其余工厂在线的成本很高，需要大量检修和投资。Gore Energy One 德国总监 Simon Muller 表示，该国未来有能力用可再生能源取代核电。专家还表示，关于核电的争论远未结束。然而，随着德国公众对核能的升温，可能需要尽快重新评估政策。普京的同性恋恐惧症
正在推动乌克兰的 LGBTQ 权利外交政策。在 LGBTQ+ 权利方面，乌克兰落后于其他欧洲国家，但与俄罗斯的冲突导致社区的接受度提高。自从最近的领土侵略浪潮开始以来，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坚持认为乌克兰的自由价值观是合理的，包括对 LGBTQ+ 社区的支持。乌克兰国内对婚姻平等和同性伴侣权利的呼声越来越高。例如 Inasovsan 于2022年3月向议会提交了一项法案，该法案将承认同性民事伴侣关系。该法案获得支援，可能是因为它被视为对普京恐同言论的反击。此外，在冲突期间，乌克兰士兵在社交媒体上以 LGBTQ+ 的身份大规模出现，这对社会产生了积极影响。随着俄乌分歧紧张局势加剧，莫斯科继续将传统价值观作为其国际政策的基石。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有具有宗教传统的保守社会，但乌克兰人对 LGBTQ+ 社区越来越宽容。普京利用所谓的自由主义议程威胁来支援民族主义主张的策略已经过时，名誉扫地，没有得到大多数乌克兰年轻人的支援。现在是乌克兰拥抱 LGBTQ+ 权利并真正成为欧洲国家的时候了。这一趋势是积极的，因为它证实了仇恨言论和恐同宣传在当今世界没有立足之地。包容性倡导团体的努力正在受到关注。由于年轻人的接受和政策制定者的努力，乌克兰社会正在向前发展，为整个东欧的 LGBTQ+ 社区带来了希望和灵感。谢谢收看评论简报。